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将开启新的一期的活动。这一期我将为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书籍分析和书籍阅读。这些书是我去年1年来用一些零碎的时间听书或者是读书的一些心得，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。今天我们要解读的这本书是《穷查理宝典》，我会用大概10分钟左右的时间为你讲述这本书中的精髓，所以为大家讲述查理芒格的思想以及他的一些思维模型。这本书非常的有价值。我们首先可以来介绍一下关于这个作者。《穷查理宝典》这本书是查理芒格的投资学汇编，就像汇编语言在计算机里面的重要性一样，这本书也可以称之为投资界的基本和鼻祖。关于查理芒格呢，查理芒格是巴菲特的导师和他的人生伙伴，也是当今最伟大的投资思想家。他也是全球第5大上市公司这个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副主席。至于什么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，我在读这本书之前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然后我就去网上搜了一下，确实是一家非常伟大的公司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搜一搜。好，那么我们就回到这本书的正文。这本书呀，它非常的有价值。我们可以先从查理芒格的出生开始讲起。这1924年的1月1号，我们的查理芒格出生在了美国中部的奥马哈市。虽然查理芒格现在已经是身价100亿美元级的超级大富翁，但是他的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芒格在30岁之前就先后经历了多次的金融危机、战争、退学，甚至离异丧偶等人生挫折。这些事情对于很多人而言，如果我们经历这样子的事儿，很可能就会一蹶不振。但是查理芒格并没有被这样子接踵而来的苦难和不幸所击倒，而是在这个过程中磨练出了自己的品格，也渐渐地形成了他自己的投资智慧。凡是和查理芒格接触过的人呢，都认为芒格的思想以及他的思维模型是非常有价值的。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查理芒格最为人称道的多元思维模型。芒格提倡要不断学习众多学科的知识，来形成一个思维模型的复杂框架。就好比说，当你手中只有一个工具的时候，你就只能用这种工具来干活。于是呢，芒格就说，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牢牢地记住一些原理，才能够帮助我们运用手中的工具进行干活。比如说呢，复利原理、排列组合原理、误判心理学等等100多种模型。当我们像做数学运算、像运用数学原理公式的时候一样，当我们把它们加在一起，这往往就能够带来特别大的力量。于是，在我们的查理芒格看来，宇宙就是一个复杂的整体，人类全部的知识都是在尝试对这个复杂整体进行研究。各学科之间其实并没有所谓泾渭分明的界限，而是在相互的影响。比如，如果我们用单一的思维去看待事物，这很可能就会扭曲现实。芒格也指出，直到外面的这些事儿符合他的思维模型，进而犯下愚蠢可笑的错误。于是，查理芒格经常引用那句谚语：如果你的手里只有一个锤子，你看到的全世界就会像一颗钉子。的确，单一的思维模型的力量是有限的，它甚至连一场考试都不能应付。而100种思维模型往往能够带来非凡的力量。当几个模型联合起来，你就能得到像蝴蝶效应一样的崩塌感。
这就像物理学里面的临界质量。物理学里面的临界质量说，当你达到一定程度的质量，你就能够引发核爆炸。于是，当然要掌握100种思维模型，才能够为我们的投资带来更多的便利，减少更多的风险。可是呢，要掌握100种思维模型确实是不容易的。查理芒格也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做到。于是为了缩短时间，我们可以阅读这本书，从他为我们归纳出来的这以下几种最重要的思维模型开始。那么我们就来一一赘述一下。第一种思维模型是数学模型。数学模型里边就包括了我们的复利原理、排列组合原理和决策树理论。好了，大家这里一定要记住，我刚才说的是复利原理、排列组合原理和决策树理论。然后呢，第二个模型是我们从会计学里边学到的模型。这种模型是包括了一个叫做复式逻辑与局限，这就像会计做账一样，我们采用这种复式的模式，但它当然是有局限性的。然后呢，第三种模型我们是从工程思维里得到的，就比如说费马和帕斯卡的概率论，还包括我们的后备系统，也包括我们的断裂点理论以及临界质量的概念。这是我第二次提到关于这个临界质量的重要的概念。然后第四个模型是统计学的高斯分布，相信这个大家都已经学过。除了这些理工科方面的得来的模型，还会有出现一些人文类学科得来的模型。比如说，我们也从心理学里边得到了一种模型。心理学里面有很多种误判心理。说起来，这种误判心理，常见来讲会有大概25种误判心理。然后还有一些从微观经济学里面得出来的模型，比如说规范优势啦、品牌、专利、商标、特许经营这些，以及竞争性毁灭和能力圈这2个近几年来时常被提到的概念。还有一个最后要提及一下比较重要的，对我们比较重要的模型，它的名字很有意思，叫做癌症手术法。它讲的呀，大概意思就是我们以政府职员、保险公司为例，他将某些不健康的业务给砍掉，剩下的健康业务就得以保留下来。还有一些更多的原理在查理芒格的这本书中提到的更多，这里我就不一一赘述。这么看来，好像我们读完了这本书，掌握了这几种思维模型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看来要成为查理芒格这样的人还是非常难的。如此来讲，反而是成为他的徒弟巴菲特这样的人会相对容易一些。在芒格的这100多个多元思维模型中，他提到的最多的就是这个逆向思维模型。逆向思维可以让其探究到事物的本质，接近事实的真相去解决问题。有人就问芒格，如何找到一位优秀的伴侣？他回答说，首先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，因为优秀的伴侣并不是傻瓜。反过来想，总是反过来想，这是芒格常说的话。如果要明白人生如何得到幸福，首先是研究人生如何才能变得痛苦吧。要研究企业如何做得强大，首先研究企业是如何衰败的吧。大部分人其实更关心如何在股市上投资成功，而查理芒格最关心的是为什么股市投资上大部分人都是失败。逆向思维正验证了查理芒格为什么会这么想，也就是逆向思维使芒格从另一种角度
另一种方向来思考问题。正如生活和股市投资一样，想要获得成功，你应该需要避免哪些糟糕的事情发生？想要获得幸福美好的生活，就要避免糟糕的感情生活。了解了芒格的思维模型之后，我们再来看看芒格的投资智慧。在芒格看来，投资项目可以分为3种，一种是可以投资的项目，一种是不能投资的项目，还有一种是太难理解的项目。他只投可以投资的项目，其他2种都不投。比如芒格从来不投制药行业和高科技行业，因为这些行业在芒格看来都属于太难理解的行业。那怎么才能评估一个项目是不是可以投资呢？芒格有4个筛选标准，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。第一个标准叫做好生意，项目需要容易理解，有发展空间，并且能够在任何市场环境中生存。要看哪一家公司的护城河够不够宽。什么是护城河呢？护城河就是行业壁垒。一家企业最重要的竞争优势，不是今年赚了多少钱，而是未来还能不能够继续赚钱。怎么能保证公司的持续盈利呢？建立行业壁垒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。比如说，如果一家公司没有行业壁垒，大家进入的门槛很低，那么未来将会有很多竞争对手。谁能笑到最后，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。于是，能不能够建立行业壁垒，也是考察一家公司值不值得投资的重要指标。那么第2个标准，这个标准，财务报表很重要，但不能只看公司的财务报表，企业内部的因素也是需要考虑到的。财务报表最多能说明企业现在的价值，不能说明公司未来的盈利状况。投资不但要看公司的财务报表好不好，还要考虑多方面因素，比如说公司创始人的品质好不好，行业好不好，他们的商业模式好不好，等等。那关于第3个标准，要投资股价公道的伟大企业，并且我们要以合理的价格买入伟大的企业，这比要从便宜的价格买入普通的企业要好。举一个例子吧，比如查理芒格和巴菲特一起投资的华盛顿邮报、政府职员保险公司、可口可乐公司，这些都是属于伟大的企业。还有第4个标准，要有安全边际。关于安全边际，芒格曾经说，投资者能够从工程学的冗余思维模型中获利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工程师在设计桥梁时，会给他们一个后备支持系统以及额外的保护性力量，为了防止桥梁的坍塌，这个也是很好理解的。当我们在做投资策略的时候，也应该如此。芒格还认为，所有聪明的投资都是价值投资。巴菲特也这么认为。你们必须先评估一个企业的价值，还要根据公司的竞争优势来判断是不是应该有这家公司的股票。通过以上繁琐的工作后，芒格会耐心等待黄金时期的到来。而当所有条件都刚刚好，芒格决定要投资时，他就会重仓买进很多。他的投资行为组合结合了极度的耐心和极度的决心，这是成功必不可少的品质。芒格之所以能够成为芒格，核心原因是因为他热爱学习，被称为长了2条腿的书。很有意思吧？我们为了更好的了解芒格热爱学习，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个芒格的小故事。有个芒格的中国投资合伙人叫李路。李路呀，和芒格认识的时候，芒格已经是个快80岁的老头子了。按理说精力和体力都大不如从前，2个人经常约在7点半见面，也就是吃早餐的时间。
第一次，李璐几乎都是踏着点而来的，结果发现芒格已经早就把早餐吃完了，并且看完了当天的报纸。李璐就觉得很不好意思，虽然没有迟到，但是毕竟让老爷子等了那么长时间。还发现芒格坐着看报纸。第三次，李璐提早来了1个小时，终于赶在了芒格之前。15分钟后，芒格拿着一摞报纸，晃晃悠悠地坐下，看到李璐也不说话，自顾自地看报纸。约定的时间到了，才抬头看李璐。开始当天的谈话，芒格就是这样自律、热爱学习和有趣。到这里，这本书的精华我们就分享完了。我们再来总结一下，《穷查理宝典》里讲了很多道理，最重要的是芒格的思想，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：做一个靠谱的人，通过持续大量的学习来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，这样你就能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拜拜，咱们下期再见。